这家店它倒反天罡啊，他已经往下了，都洗出违禁戒心了吧？撕扯的那种欲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家20多年的苍蝇馆子。我以为我走错了，这么大一栋楼居然是苍蝇馆子，这不得干成了老鹰馆子了。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。 你们3位，你们这个餐厅一整栋楼都是吗？哇，这么大！看你嘛，你坐里面也可以，看你嘛，你可以换个位置也可以。哦，好，外面也可以坐，可以扫码点菜哦。我来扫码。这个干锅必须点拼选吗？不用啊，你单做也可以啊，只是说拼选，其实它品类多，你有些喜欢吃这样，有些喜欢吃那样，这种。哦，那就肯定要点个中辣了。啊，就点中辣嘛。点个中辣。马上来。好。好的吗？这个茄子？这是炸过。炸出来吗？对，就是炸过一下。萝卜皮，看到没？兔头14块钱一个，茄子18。我们现在尝一下这个兔头啊。哎呦，好爬哟！先尝一下怎么样？ 这个兔头，你看它卤的时间很够啊，比较趴落。再尝一下，还比较入味，但是这个就是少一种像兔头的那种口感。但是这个味道我感觉都差不多，跟我们自己宽菜做的也差不多。放这边吧。再来试一下这个5香的啊。啊，这个兔头好容易就把它弄散了。 2个兔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高压锅压过的一样，好鲜，味精放的有点重。这个兔头的话，反正就是比较入味，比较软。然后呢，辣的话呢不是很辣，一般般。红油的味道比较重。再就是这个5香味的话，就是卤水的味道比较重。但是这2个让我选，我肯定会选这个辣的。但辣的味精也比较重，但是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做兔头。 这个兔头就是要把它做的味道偏重一些。现在来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叫做微小锅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鸭翅、兔头，这个有点像猪头肉，鸭下巴，这也是鸭脖子。不是说有鸭唇吗？就是鸭下巴的。原来他们说的鸭唇就是鸭下巴。先搞一个什么呢？它端上来的这个盘子很烫啊，很烫，直接尝一个。 感觉有点搞不动呢，我还不信了。哇，好烫啊！刚才吃了个，不知道是鸭唇还是鹅唇啊。再干一个，再干一个兔头，这是半边。你发现没？这个兔头比刚才那个小很多。 再干一个，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新鲜，这个口感很不错。我感觉干锅这种东西好像做不出来什么差异化呀，味道是不是都差不多呀？不，它有差异化。我吃完了再慢慢跟你说。 你看，它这个就有韧劲了。材料好的东西，它才会保留它的韧劲。不够新鲜的，那就破坏它肉质的原有特性，就让你吃不出新鲜与否。这个翅膀吃起来，第一新鲜货，第二口感带一点韧劲，它嚼起来要撕扯。这就是鸭子啊，那就说明这个鸭子不小啊。 那鸭子非常大，你看它鸭中翅都这么长。这块是八骨肉，就是那个猪脸上的，猪的那个叫什么嘞？下巴，猪下巴。感觉这个没什么肉。猪唇。
啊，也叫朱唇也对啊，因为它把这个鸭下巴也叫鸭唇哈，然后搞不懂这个为什么叫鸭唇，它这个姑且叫鸭唇吧，实际上就是鸭下巴，带舌头的鸭下巴，那就说明这个入口的时候它是比较绵的。我咬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看着啊，它这个感觉是比较绵的，比较韧的啊，它有韧劲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如果是冻货的话，就把它卤得更透一些，再炸一下，它不太可能会有这种韧劲。再来一块，看了，感受到了吧？它有嚼劲，有口感。入嘴的时候啊，你如果不懂的话，你吃不出来它的味精一颗一颗的，你的舌头当你触到它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鲜。然后就是辣椒面、孜然、红油加香料的味道。你看这个上面白色的东西啊，都看得到这个吸出味精结晶。味精，对对。相对来说，它的味道就是香辣带红油的味道，然后食材还比较新鲜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它提供了一种价值，手拿着东西啃，就是很原始的。生吞活剥了你。对，就是要吃掉你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啃了你的感觉。它这个价值就是，对，拿起来有肉可以啃，然后这个量呢还不小。这一盆当中有3边兔头，然后有鸭脖子，有八股肉，2只鸭翅膀，特小份108，就是这个。小份138，大份188，它是以这个规格来的。说实话，还挺好吃的。然后我刚才点了一下它这些菜啊，里面有中餐，有烧烤，还有串串，还有类似于这种茄子。中餐的比例非常小，它就是以这个干锅，以小吃把小吃做的这么大，100多张桌子。我刚才在那边去逛了一圈，很多桌子，100多张台，就光1楼啊。不说那么多，再尝一下这个，有蒜蓉，有泡豇豆啊。它这个茄子就是油炸的，炸熟了之后给它切开，再摆一层这个蒜蓉上去，再放点酸豆角，啊，然后就可以上了，还挺有点下饭，有点下酒。然后这个是萝卜皮，这萝卜皮不甜不酸也不辣，就有点脆，酱油的味道挺重。它应该是想做这个来减剂用的。你看，因为这个油挺重。我还点了一串它这个鸭舌，这个鸭舌肯定就不是新鲜的，因为它这里面已经鸭舌头还在，它这个一定是冻货啊。你看，这个是冻货做的，它就口感没有韧劲。它这个居然还用的鲜货，因为很多干锅它因为下手比较重嘛，你实在不新鲜都吃不出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它做的高明的地方，它用鲜货卤，它就比较香，然后下到高油温里面去一炸，皮一下子收紧，收紧了之后再用这个香辣的东西来炒，给它慢慢炒入味，然后炒入味了之后呢，上菜之前我猜啊，它是抓了一把味精之类的提鲜的物质，拌了一下，然后再给上来的。它这里面兔头肯定不是新鲜的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八股肉压上的东西确实新鲜的。它口感好，你嚼起来有撕扯的那种欲望，它提供了一个这个价值。那你要讲性价比的话，那肯定它这一份也是不便宜的，毕竟108嘛，108这里也就1斤8两到2斤2两之间的原材料。兔头肯定也是不便宜的，但是它没有放几个嘛。然后就是鸭腹这一块，鸭腹新鲜的肯定是会贵一些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它这家店开这么大，它名气跟它的菜还是比较相符的。再一个，你看，现在是1点43分了，对吧？吃饭的人还有这么多，就是来好吃一个嘴儿。总的来说，这里一共180。如果说吃宵夜的话，肯定不贵。但是它这家店它倒反天罡啊，把宵夜干到了白天来呀。它跟淄博的烧烤有点类似，卖的是一种氛围和体验。你们这个店开了好久啊？开了好久，20多年了。20几年吧。23年了。23年。你要帮我们做宣传哦。他是网红，是不是？我经常看他的视频，是不是？他做吃了的。啊？你要有点实力哦，那要这个等会儿加个微信哦。我们加个微信嘛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马上拿来哈。有20多年了。你们算不算这双流最大的餐饮了？应该是。应该是最大的。对的。所以说人嘛。不是双流，在成都都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店。相当于开了20多年的这种餐厅，跟你们一起开20多年餐厅，他们已经都没在了。他已经
没下了，已经没落了我们还。生存在，而且越办越辉煌。你们老板好大年纪了？我们老板很好好大年纪了50多点点嘛。 ？50多点。那意思他创业的时候才30岁。其实做的时候他是9岁就开始做的，做到现在，哦。一手自己起家起来的。我们跟服务大姐刚刚聊了很多，然后呢，服务员大姐马上带我们逛一下。他家的这个干锅确实还是做的不错的。20多年前，同样的成都的老品牌企业都在走下坡路，但是他家还在往上面蒸蒸日上。这个我觉得得好好跟他们学习一下。好，我们去逛一下吧。外面就是个公园，因为这么吃的环境很好。叫啥子公园啊？这个？这里是中心公园嘛？中心公园多也多啊，中心公园还有那个运动公园，哦都几个公园都是在是嘛，这公园多噻。像一些想亲近点的啊，他就想单独坐嘛，坐一个位置就坐这里嘛，是嘛？就坐这些。这个厅有好多张桌子呢？这个厅啊，可能有90张左右啊。 90张。啊，90张左右。几层楼呢？你们这里2层。这里算是一个大厅嘛？哎，这算一个区域。看你们包间呢？有。是吧？哇，这边还有一溜这么大。哦，这相当于是坐10个人的包间。 10个、12个都有。些嘛，这些，反正这些都是满的哦。桌子的话，总共看起来大概有接近300张桌子，200多，我们这儿300。排号都是200，最高的通号，我们坐这都是通号，都是270多号。270多，总的加起来有300张桌子。差不多哈。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吃完了。 我们3个人的话，还没怎么发力就把它干得干干净净了。总的吃下来，就是偶尔来吃下解解馋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如果你正好在成都啊，在15公里左右啊以内，都可以过来尝一下。其实我对它这个菜的好吃与不好吃，都不是特别感兴趣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，他开23年，他这些员工很愿意跟着他干。他这个的话，就是说明老板 跟员工之间的相处和管理，肯定有他的一套方法。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一代餐饮人学习。如果有机会跟老板交流一下，我一定不会问老板你这个兔头，这个干锅怎么做的，我可能会跟老板交流，跟员工怎么更好的相处。嗨，感觉怎么样？味道？您是这边？我是老板。哦，你是老板？啊。你们这总共有好大的面积啊？这儿？30千。哦，30千。 我们也打算开中餐厅。做中餐啊？有特色吗？还是？做大单品，跟你们那个有点像。我们准备了5年，从19年开始准备哈，结果在2020年的时候，你晓得因为疫情嘛，对吧？然后就解封了之后，从24年、23年又开始想做那个。这个时间点呢，还是需要做好准备。对。因为我觉得做吃的最根本还是在实力这个上。对，在产品上面最重要。在产品上面。你如果做不好产品，那你只靠吹，我觉得吹也吹不出来，吹出来也做不到多久。餐饮市场呢，说实话，只要做好了，我觉得还是不错。结果市场啊，被很多人扰乱，他发现生意不太好，他就降价，就开始卷。其实他就把市场搅乱了。对，最近我在跟这个餐饮类的人2个聊天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说，大家都在降消费标准。我说那你为啥子要降啊？ 是吧？大家觉得现在生意难做，我是不是把标准降一下，我生意会好一点？你降标准，你跟别个比差，只有最差，没得更差，对吧？我们应该卷的话，应该去卷其他方面，卷我们的手艺，卷你的进货渠道，再一个就是卷提供给客户的价值。之前我还在讲，我说这道菜做得很成功，但是这个呢，说实话，这个可能萝卜就比较普通，它跟那个搭配应该是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。 但是如果可以，没有在这个菜上面就多动脑筋。哦，但我们研究这个比较多。如果说只是酸脆、微甜、爽口，就比较舒服。对，打这个辣味就很舒服。对，然后再配一个饮料，有些人他吃不得辣哈，吃辣乎的，他喝一口饮料能够解辣，就更舒服了。现在我们吃完了，去买单，走吧。怎么会是已支付？买了吗？没有啊。 啊，不，刘总，我们该中过。第一次见面。我就说咋子点不起。以后有机会多来耍，好。那就感谢了刘总。没有。啊。然后再加多一句哈，老板请我们吃了这一顿，但是我们还是自己去买了单，
总共是183块钱，人均60多。总的来说，那个干锅确实还不错啊，对得起它的名气啊。如果你正好在成都的话，不是特别远，倒是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